我只是把苏菲放入空间里，末世兵王手中竟多出一包止血金。接着我又往空间里放入小零食，下一刻，兵王拿着饼干却不敢吃，看着空间内的东西频频失窃，我终于发现了不对劲。而在末日生活的兵王也才发觉，自己刚刚觉醒的异能似乎连接到别人的空间之中。抱歉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连上你的空间了，但是我很久没有吃饭了，所以就取了你的东西吃。男人的声音在空间内回荡，让本就是声控的我多出几分同情。你很饿没吃饭，是因为没钱吗？我本以为他和自己一样生活拮据，没想到对方却好像听到什么好笑的事。钱在我这里是最没用的东西，只要你能给我食物，我可以给你找很多很多的金银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！你想要什么食物？米饭、麻辣烫、火锅还是烧鸡？这些菜品，它绝对不在这个末世时空。自从末日之后，很多动植物都变异了，不仅不能吃，吃了还能变成感染者。先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。那个，我想喝水，还要一些药，我会给你对应的金珠。基地里的兄弟还在发烧，不能再拖了。药？你要什么药？你这么有钱都买不到药吗？我们并不在一个时空，我这里是末世，这里的金子还不如一个已经过期的面包。末世，丧尸和极端天气，金子不如过期面包，那可是金子啊！只要你有金子，我这里什么都能还给你。我以为对方会要很多东西，没想到夜深只想喝点水。你要什么水？矿泉水、纯净水还是奶茶？水就可以，只要是干净的，什么水都行。菊花茶清火，正好适合他。快喝吧，金主爸爸。怎么没人拿？也没人说话。不会刚绑定空间就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得快点跟黎瑶会合，黎瑶会出面。雾太大了，有东西在靠近。来了，速度很快，但不是第一次遇到了，这一刀够了。黎瑶，醒醒！叶队，我快不行了，帮我照顾好我儿子。胡说什么？既然找到了你，就不会让你死在这儿。空间里怎么多了一杯菊花茶？是那个女孩泡的。现在得先把她救回来，再去弄金子。这是刚得到的能量珠。既然她觉醒了空间，应该用得上。快，喝点水。活过来了。叶队，你从哪儿弄来的饮料？这个你先别管，总之以后有的是食物。叶队从没骗过我，只要有吃的，我这条命以后就豁出去了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好漂亮的珠子！这个就是金珠，从丧尸脑子里面挖出来的。吸收了金珠，会提高你的身体能量。怪物身上取出来的，这也太重口味了吧！这多吓人啊！我一个和平年代的人怎么受得了？可是吸收了能扩大空间，空间变大就能换更多金子。为了发财，拼了！那个，这东西具体要怎么用啊？吞下它是最好的吸收方式。如果你接受不了，也可以尝试直接捏爆。打死我也不吃。好舒服的感觉。怎么空间一点都没变大啊？看来一颗金珠对他来说还不够，那肯定是能量不够，需要多吸收才行。金珠我会去猎取更多给你的。算他有良心。天哪，我的黑眼圈没了，不仅整个人精神了，居然还有自带的美白功能，这金珠太神奇了。想到这个，我又跑到了厨房，从锅里拿出2个大包子，然后放入空间。对方都给金珠了，
我也得给对方准备点早饭才行。此时的叶深还想冲进城区找黄金，但现在天已经黑了，只能就近的找了一个公寓楼。解决完2个丧尸后，叶深问了李耀一个奇怪的问题：一般家里值钱的东西，你觉得会放在哪儿？值钱？要钱有啥用啊？你是不是发烧烧糊涂了？现在，你觉得值钱的东西会藏在哪儿？这肉包从哪儿来的？这是我花金珠买的。在哪儿买的？我也要买。闻着香气扑鼻的肉包，李耀立刻采取行动。以前踩到都嫌硌脚的玩意，现在竟开始翻箱倒柜。但让他失望的是，找遍了整个居民楼，也只找到了一盒首饰。老大，给，能不能换一个肉包？我都快要馋死了。叶深也没有舍不得，又拿了一个肉包出来。闻着肉包散发出的香气，李耀激动的眼眶都红了。但是想到基地里那个还在吃发霉食物的孩子，还有啃树皮的老婆，他又把肉包放进背包里。你吃吧，咱们只要找到金子或者值钱的东西，就能换到这些吃的食物。找，赶紧找！咱们明天就去商场，把所有的金店都给它收了。吃吧，会有食物的，还有麻辣烫、烤鸭、香喷喷的大米饭。想到那个甜美的声音，叶深忍不住流下了口水。别说了，说的我现在就想冲出去找金子。他虽然不知道叶深觉醒了什么异能，但有食物谁还管那么多？外面天黑了，感染者的活动度很高，发出一点声音都可能被发现。你现在出去就是找死！叶深一脸无语地看着他。听到叶队这么说，李耀也压下了激动的心情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，我看着空间中多出来的首饰盒，里面真的有黄金，而且都是40-50克左右的。想着二话不说，直接去了县城里最大的金店。随着3万块钱到账的声音，我紧张的心砰砰狂跳，但我没忘记最重要的事情，赶紧去超市买了一些方便面、自热锅和压缩饼干，又去药店买了一些药品，然后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，把这些东西放进空间里。忙完这一切后，走向县里最大的商场，给父母都买了一台智能机，还有衣服、鞋子什么的。等到回到家的时候，已经临近下午4点。看着我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我妈赶紧接过来。你这是去哪儿了？怎么买这么多东西？这是我从县城买的智能手机，你跟爸一人一个，还有衣服、鞋子什么的，你们都快试试。智能机不便宜吧？我爸连忙放下工具，然后擦了擦手。村子里能用上智能机的老人，基本都是成功人士，里面有穿得凉快的小人跳舞，他有时候也会凑过去看。他缓缓打开包装，还不知道怎么用。不行，我去找隔壁孙建国问问，咱们村就他会用。我看着父亲的背影，一脸无语，自己明明就在这，让我教不行吗？傻孩子，你爸哪是不会用，他是找孙建国炫耀去了。我无奈地看着新买的衣服，可是他的衣服还没试呢。让你爸回来再试吧。蓉蓉，你先给我喂鸡，我这就去试试新衣服。我妈说着就向房间走去，留下我一个人喂鸡。我看着脚下几个小鸡仔，那都是明晃晃的钱啊！小鸡仔啊，快长大，长大全把你们卖了换金子。我给爸妈买东西的事情可惊动了外面的夏老太太。她刚从大儿子家回来，就听见邻里告诉她，她孙女回来了，并且拿着不少东西，这才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刚来就碰到我妈换好衣服，这身衣服真好看，而且鞋子也很舒服。她平时都穿从早市上10几块钱买来的布鞋，自然不能跟商场的东西比。老太太见状冷哼一声，在两人面前刷了一波存在感。穿成这样还怎么干活？这是我给我妈买的，她愿意穿成啥样就啥样。看着夏母身上的衣服，老太太那叫一个心疼。这衣服看着就不便宜，还买了一整身，最关键的是一件都没她的份。听说你给你妈买了个智能机，就你妈这没上过学的，打字不识几个，不如给你正上高中的小侄子，他正好用得着。他上高中管我什么事？想要让我大伯给他买，这是我给我妈的东西，谁也别想要。
我这也是为了你们好。再过几年你就嫁人了，到时候这个家里，连个做主摔盆的人都没有。再过几年，我是死了吗？我不客气地回怼。这老太太从小就不喜欢我妈，现在看到这些东西更是心疼。就在两人争吵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响了，是送货的快递员打来的。妈，我给姥姥姥爷买的衣服到了，你待会儿过去拿一下。好嘞，我这会儿就去给你姥姥姥爷送过去，他们看见肯定高兴坏了。老太太看着空荡荡的院子，合着每个人都有礼物，就她没有。不好意思啊，奶奶，我怕您说我浪费钱，就不给你买了。老太太气得脸色通红，她哪是怕浪费钱啊，不过是怕花自己的钱罢了。与此同时，卧室内，叶深看着我准备的各种食物，嘴角忍不住的流口水，当即从空间中拿出一份烤鸡。李耀更是忍不住的颤抖。自从末世发生后，所有的动物都发生了变异，当然也包括鸡，变成了浑身流脓的恶心东西。别说烤起来吃，就连看着都想吐。面对香气扑鼻的烤鸡，两人并没有狼吞虎咽，而是小心翼翼的品尝，仔细回味鸡肉的鲜美。以后这种食物还会有的，对吧？当然，我们只要找到值钱的东西就能兑换。只不过看空间有点小，想要兑换大量物资，养活整个基地的人，要多弄点金珠才行。那行，以后杀丧尸的任务交给我。李耀毫不迟疑地回答道。金珠虽然难搞，但比起食物，李耀果断地选择了后者。天色刚亮，两人就朝着城区走去。他们不敢靠太近，只能把路上的丧尸都解决掉。尽管大部分丧尸体内没有金珠，他们还是乐此不疲地解剖着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虽然已经把两边的街道清理一空，也只找到2个金珠而已。叶深把这2个金珠放入空间，才发现我留下的一个小本子，上面写着如果有小说书籍或者工艺品，我都要。这附近哪有书店？我们去那里看看。书店？咱们不是去金店吗？李耀现在满脑子都是搞钱，叶深没有跟他解释太多，只说了一句跟紧我，然后就拎着唐刀出发了。李耀也只能乖乖跟随，谁让对方是大佬呢？还是能让自己吃饱饭的大佬。拿完我要的书籍后，两人又去了几家首饰店，感觉东西装的差不多了。叶深决定先回基地，把空间里的东西拿出来再说。等到第二天我醒来，就看到一堆做工精致的首饰，还有叶深给找的几本书。我看着空间中的小说和漫画，随手打开了电脑，然后注册了一个小说作者号。这么多字打起来太累，看来要整个扫毛仪才行。还有剩下的这些首饰，到时候挂在网上，看看能卖多少钱。处理完这些后，我又拿出空间里的7颗金珠，放在手心里一起捏爆。随着一股绿色的能量迸发，我瞬间感觉精神不少，仿佛有使不完的力气，就连不怎么大的空间也一下子增长了几倍。看来是时候执行下一步计划了。我刚吃过早饭，就骑着电车往地里去了。此时我爸正在地里背着药桶，看着地里的菜一脸愁容。如今有了温室大棚，想吃什么菜都能反季节种，更何况这几年收成都不错，他们的应季菜更是卖不上价。看到我过来，夏季祥立刻假装严肃：你跑来这里做什么？快回去，这不用你帮忙。我都说了，我回来是帮你种地的，况且等这些菜长好，我还要给你卖出去呢。听到我能把菜卖出去，我爸的愁容瞬间一扫而空。你能把菜卖出去？当然，要不然我回来干啥？我这里有大客户，定金都给了，就等着咱们家菜成熟呢。夏季祥想到，闺女又是买手机又是买衣服的，可能是真收了定金。那可太好了，我正发愁，咱们家的菜送县城卖不上价呢。我看着地里的西红柿，估计过段时间都成熟了，到时候都卖给叶深，这也算一个大客户不是？爸，你先歇会儿，我来帮你打药。说完就接过大药桶。别，这玩意儿多沉呐，你这小女娃可背不动，这装满水得几十斤呢。然而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见我毫不费力地背上大药桶，大步流星地去地里打药了，走路更是脚底生风。这丫头啥时候力气这么大了？夏季祥本以为女儿吃不了这苦，没想到干起活来这么轻松。原本自己一上午才能打完的药，不一会就打完了，而且还没怎么出汗，
夏季祥轻轻擦了擦自己的额头，看来不服老不行啊。我把地里的药打完之后，转头又给父亲发了5000块钱。爸，我给你的钱记得收下，咱们家的菜别往外卖了啊，我全收了。5000？怎么给那么多？用不了那么多的。西红柿也就是3毛1斤，市里才卖8毛。还有这白菜，收购价也就是1、2毛。我爸明显不信我说的话，他平时把自己的菜收收卖卖，能卖2、3千都不错了，有时甚至1、2千。可看着手中的转账提醒，他也没办法说什么。光西红柿不够啊。听到我爸说白菜价格低，而且种植周期短，我又打起白菜的主意。等过几天这批丝红柿成熟，咱们就开始种白菜吧。白菜？那不行，现在白菜卖不上价，要等到11月份差不多。现在种白菜纯粹是瞎胡闹。爸，你放心吧，我跟客户都谈好了，我客户定的就是白菜。这客户是不是脑子有毛病？支付宝到账2000元。又来2000，这一汇转的7000块钱都赶上他半年的卖菜钱了。行，种！我这就去买白菜种子，要让白菜在咱们家遍地开花。刚回到家，我爸就把这些钱全给了我妈，自己只留了一些种子钱。这咋这么多钱？你又偷偷藏私房钱了？我哪有那本事？这是咱闺女给的。那些卖不动的西红柿，蓉蓉全给卖出去了。还有下个月的白菜，也都提前给预定好了。我爸越说越开心，骑着车就去买种子去了。而我也没闲着，自己去县城看看有没有适合放菜的仓库。与此同时，末世内，叶深刚回到基地，就有一个男人迎了上来。叶队，你们可回来了！基地好多小孩都发烧了，到现在都没有退烧，再找不到退烧药，恐怕就不行了。闻言，叶深赶紧拿出几瓶药，给孩子们先用着，不够我再想办法。看到叶深真的拿回了药品，男人激动得热泪盈眶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叶队把药拿回来，这些孩子有救了。赶紧去吧，别耽误了。听说孩子发烧，李耀连忙冲入房间，里面坐着一个面色枯黄的女人，正是李耀的妻子。孩子呢？孩子怎么样了？女人把孩子抱出来，明明只有2岁，看起来却脸色发青，瘦得让人心疼。他们面前放着的小锅，里面有一团黑乎乎的东西，那是从树上摘下来的树叶。这东西有毒，大人少吃点没事，但是如果小孩吃了，那就有生命危险。所以被抱在怀里的孩子已经2天没吃东西了。李耀求救似的看着叶深，叶深连忙从空间拿出食物，里面还有豆奶粉，这个可以给孩子喝。女人看见豆奶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豆豆别睡，你爸给你找来吃的。李耀拿着空的饮料瓶，倒上矿泉水，给孩子冲了豆奶。田蕊激动的手都发抖，小心翼翼地喂给孩子。可令人意外的是，看似一点力气都没有的孩子，竟一口气喝了大半瓶。别让孩子喝太多，饿太久要多次少食。叶深看见孩子没事，就留下几包泡面，然后去看那几个生病的孩子去了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他刚离开没多久，李耀就被周围的人给盯上，原因无他，都是被泡面的香味吸引来的。那些人炽热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聚集在这个泡面锅上，哪怕有一个人抢夺，其他人难免不会一拥而上，但都因为惧怕叶深的威慑力，全部站在自己窝棚不敢上前。而被他们忌惮的叶深，此时正在看守孩子们的营帐，这些都是父母双亡的孤儿，走投无路才被叶深收留。深哥，这些孩子吃不了树叶。王强红着眼睛说道，末世的树叶有毒，他们这些军人大部分都进化了，吃了还能顶得住，但是普通人吃了，身体难免会出现问题，更别说这些孩子了。怎料叶深一挥手，顿时变出来不少东西，瞬间给王强看傻眼了。这都是干净的食物。一群人看到有食物，眼里面全都是渴望。你们以后给我找黄金，我给你们分发食物。众人虽然不知道黄金有啥用，但是听到有食物，也都纷纷同意了。等把食物吃得差不多，叶深又找了几个身手好的，约定第2天一起进城。与此同时，县市内，我刚从地里回来，就发现空间里的食物被一扫而空，却多出了一些金银首饰。想到叶深那边缺水缺粮的，下午又去了趟县里，把小铺子的馒头、烧饼都买光了，然后换了家金店，把那些首饰都卖了。虽然比上次便宜一点，但也入账了2万多。忙完这些后，我又去了菜市场，
在买菜的同时，顺便了解一下菜的价格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本地菜是真的便宜，最贵的也才2.5块一斤，不像在魔都，点个外卖就要20-30。等到彻底把空间塞满，我这才放心下来。现在末世是深夜，等夜深那边醒来，指不定有多高兴。就在我沉浸在满足的时候，手机突然响了，是我的稿子通过了。回到家，我就用手机直接下载了扫描软件，等把2册书扫完，我就把书撕碎，全都扔进垃圾桶。如果书能火起来，就让叶深给我找下册，毕竟赚稿费这种钱，肯定要比卖金子靠谱。至于之前那些首饰，全都挂在网上，价格1000到1万元不等，实际也就几百块钱，但胜在样式好看，一会儿没看就有很多人购买了。我连忙去快递超市把东西都寄了出去，这一下又进账不少钱。我又看了下空间，东西没有动，估计夜深还在睡觉。就在这时，手机突然收到一条消息，是闺蜜发来的，今天下午来家里，我们还要彩排。我这才想起后天王思思就要结婚了。王思思家在我们村东头，走路也就是10分钟的事。我看着手机上的小说软件，没想到才10万字就已经爬到了新书的榜3，这是要爆火的节奏啊！就在我最新刷评论的时候，前方突然传来一个不可置信的声音：蓉蓉，没想到真的是你，我差点没认出来，这不是王思思吗？说这话的是王思思，在她的印象里，我除了声音好听，几乎没有其他特色，这才请我当伴娘。但是眼前这个女孩不仅长得好看了很多，气质更是成了村花级别的存在。王思思，恭喜你啊！我知道自己的小说火了，心情正好，显然没发现对方的脸抽动一下。快进来吧，一会儿还有一个伴娘，是咱们村的李翠。李翠，在我的印象里，那可是个小胖子啊。因为明天要结婚，这会儿家里都布置好了，旁边都是一个村的大爷大娘，大家都认识。是蓉蓉来了啊！大半年没见，真是变漂亮了。王思思听见这个话，脸色更加不好看了。她本来就是想找俩陪衬，可看着眼前如此好看的我，早知道花钱请人好了。她连忙把我拉到一旁。不好意思啊，蓉蓉，人已经够了，就不用你当伴娘了。我一听还有这好事，抬腿就想往外走，怎料却听到有人在讨论今年的行情，说今年的红薯滞销，根本没人来收，跑到市里都卖不上价。我听到这里眼前一亮，想到夜深那边食物不够，这红薯可是好东西，不仅顶饱还便宜，我干脆都收购了，全都送到夜深那里。王大娘，你家红薯种了多少啊？种个大概3亩地吧，想着去年卖的不错，今年就全种了，谁知道却变成了这样。不仅价钱从去年的6毛一斤变成3毛，现在连收的人都没了。那个大娘，你们家红薯我全收了，到时候你称称有多少斤，咱们一起结账。听到我这话，二大娘都以为自己听错了。那可是2亩地红薯，怎么着也得有抵几千斤。蓉蓉，你可别骗我，咱们街里作坊的，这么大买卖。大娘，你要是不相信，我先给你转500定金，如果到时候收不了，这个钱就不用退了。看着手机中的到账提醒，二大娘这才打消心中疑虑。那个，我们家还种了2亩土豆，你收不收？还有我们家种的是烟薯。眼见二大娘家的红薯卖出去了，其他人也都跟着推销。邢大爷，等我再联系联系，有需要再找你们。我没想到收了上千斤红薯，村民都这么热情，把王思思都晾在一边了。想着明天不用当伴娘，也就不用参加婚礼，我就直接随了200块钱。王思思本来看我比自己好看，而且人缘还那么好，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，但现在看到给自己随那么多礼金，也没那么不高兴了。不仅热情地给我说着各种话，还非要留我在这里吃饭。等到下午回家的时候，父母都在院子里等着。蓉蓉，听说你把吴二娘的3亩地红薯，还有孙家的2亩地土豆，全都收购了。对啊，我在魔都有个朋友，我这次回来就是帮他收菜的。他在那边有个农场，专门收购这些东西，然后再卖到城里去。咱们家那几亩西红柿，我不是也都收了？还有让我爸种上的白菜，我全收。哈哈哈哈！你真是咱家的大福星，这可省了不少事儿。
要不然他们还要一大早拉到县城里面去卖。我这一下收走，就直接省了好几趟。爸，到时候你收上来，拉到县城的仓库就行。我有那儿的地址。等过段时间，我再买个拖拉机，种地就没那么累了。好，好嘞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就知道，没有白供我闺女上大学。给两人交代好后，我开心的上了楼，但我的手机却响个不停，全是给我投推荐票还有评论的。看来小说是爆了。看着空间里的食物被清空，我连忙进入空间，告诉叶深，上次那家书店的小说我都要。与此同时，卧室内，叶深刚睡醒，就发现空间堆满了食物，而且其中一份正是专门给他的，那是一份烤肉盖饭，甚至还特意加了可乐。叶深心里顿时美滋滋的，但是基地里的人数太多，即使买了这么多馒头烧饼，都做不到一人一份。不过他们不用吃有毒的酸涩树皮，一个个都激动疯了。李奥，你的奶粉估计明天才能到。没事，还有几包冻奶够喝了。王强他们都啃着馒头，心里正美，然后就看到叶深在吃烤肉盖饭。为什么？你还有肉？李耀唰的一下就凑了上来。好香，这饮料看起来很好喝。起开，这是我的饭。叶深表面强装淡定，心里却美滋滋的，毕竟是我给他的特殊照顾。等下次我也给你们弄点尝尝。叶深想的是先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，然后再想办法建立城墙，让人们有地方安全居住，不像现在还在住着破旧的防空洞。4个人吃完饭就拿起武器赶往城区，每个人杀起丧尸都格外卖力，因为今天是近些年吃的第一顿饱饭。李耀一刀就解决一个丧尸，从里面掏出一个金盒。叶队，那里有个金店。王强跟张亮2个人都麻了，不是出来清理怪物找物资吗？找一堆金子有啥用？但想到叶深说的值钱的东西，两人也都明悟了。4个人直奔金店，把里面各种首饰玉镯什么的全都收进了空间。想起我叮嘱的小说，叶深又去了书店。收拾完这些东西，他们并没有急着走，而是在外围杀起了丧尸，直到找到10几颗金盒，4个人才悄然撤退。刚回到防空洞，叶深就被一个老奶奶拦住，他以为对方是来要食物的，没想到对方却摘下一个玉镯，这是他戴了一辈子的镯子。这个给你，明天能不能给我孙子找点药？叶深接过玉镯，品质看起来不错，不过在这个世道却比不上一口吃的。你孙子得什么病了？应该是急性肠胃炎。一个戴眼镜的男子走了上来，他末世前就是医生，这会在基地里给人看病，不过也仅仅是看病，因为他没有药，也没有设备。行，我想想办法，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。叶深发话了，其他人都不敢讨价还价，因为这种病很常见，基地里不少人都得了急性肠胃炎，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才导致的。妈妈，你吃。一个小女孩攥着手里的半个馒头，她没舍得吃完，想把这些留给妈妈吃，怎料女人却一把推开。吃吧。女人有气无力地说道。这女人看着脸色发白，眼骨凹陷，显然是因为吃太多有毒的东西。4岁的小女孩哭得撕心裂肺，却没有一个人同情，因为大家都已经司空见惯。他们基地还好，据说其他基地都开始啃食同类了。叶深进入空间，发现囤着的东西都还没有搬出去，想到他们的时间差，只能留下一张纸条。等到第2天，我一大早就醒了过来，最近都神清气爽的，或许因为有了钱的关系，再加上吸收完金珠后，我身体发生了不少变化。睡醒的第一眼就看了眼自己的手机，99加的催更消息，然后才进入空间。亮闪闪的金子首饰简直闪瞎了我的眼，金项链、金手镯，还有各种珍珠玛瑙，这是把整个店都搬空了吧？紧接着就发现了叶深留下的纸条，字体苍劲有力，上面写着末世需要的东西，馒头、烧饼，还有药品，治疗肠胃的药。买，必须买！这么多白花花的钱，还有那些好看的项链、手镯，看得我都不舍得卖。不过得先把这些首饰处理了才行。我从床底拿出2个大箱子，把空间里的首饰一窝蜂的全放在里面，衣柜里也放了不少。等把空间腾空了，才能留给叶深装东西。我把金手镯都拿了出来，装到背包里，准备今天拿到县城里卖，不行就去市里
反正不能在同一个金店出售。想清楚这点后，我就选了好几家金店，每家金店卖100克。但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就在最近一段时间，金子的价格持续上涨，又让我赚了90万巨款。现在家里还有几大箱首饰，到时候都卖了，怎么也能卖个几10万，剩下的水晶琥珀之类的就全部放在网上卖。因为要把家里的东西处理掉，就先不用叶深给我找东西了。想到叶深需要的东西，我又去了药店，买了各种治疗肠胃的药，还有退烧药一起买了。看着我大包小包的往外扛，别人都以为我是来进货了。紧接着又去了市场，包子、奶粉、馒头、烧饼，但凡是叶深标注的，我都格外的上心，直到空间装不下，这才结束了一天的购物。为了以后进城方便，我给自己报考了驾校，连带着爸妈的一起报了。回到家里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爹娘。爸妈，我给你们都报考了驾校，你们下载个软件，先把科目1都学了吧。考驾照，这报名费怎么也要1-2千吧？我大伯家的大儿子大学毕业没找工作，就是说为了考驾照。他那天回去送钱的时候，正听到大孙子打电话问家里要钱。是啊，考完驾照就买车，以后咱们都能开，这样去县城就方便多了。好，我这就去学。我爸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想到女儿以后还要买车，他嘴角都快飘上天了。不行，他现在就要出门找隔壁的孙建国好好聊聊。我晚会儿回来吃饭。我爸拿着手机一溜烟就跑没影了。我知道我爸又是给别人炫耀去了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有个爱炫耀的爹，我也没办法。给你爸考就行，怎么也给我报上了？多浪费钱啊！我妈嘴上说着浪费，嘴角却比 AK 都难压。那不行，等我妈考上驾照，我就给你们买个小轿车，到时候就可以带我姥姥转着玩儿。要不然去大医院看病，还要借个汽车或者打车，实在是太不方便了。行，我这就拿手机好好学学。此时我妈的嘴角是真的压不住了，到时候再回娘家，肯定能在那些姐姐面前扬眉吐气。学什么学？都多大年纪了，还要考驾照？老太太看不过去了，她大儿子家给孙子学驾照，都心疼半天的钱，可眼前这孙女给我爸报上就算了，还要给我妈报驾照，这可是整整6000块啊！想到这里，老太太看着我，刚想说我败家，就被我怼了回去。奶奶，明天你就该去我大伯那儿了吧？要不我明天送你。老太太一听去我大伯那，脸色一下就垮了。夏季成家孩子多，住的地方本来就紧张，再加上她这个老太太，不像这里自己就能住个大房间，而且就我一个独生女，没人管她要钱。夏季成家大儿子刚毕业，工资本就没有多少钱，更何况下面还有几个弟弟，个个都是要钱的主。她一个农村的老太太，虽然偏心大儿子，却没有二儿子家住的舒坦，所以听到我要把她送回去，免不了一阵心慌。我还不能多住2天？能啊，这不是住满1个月了吗？怕你走过去不方便，我才想着送送你。在村里分完地就要负责养老，当初2个人说好，1人1个月替换着来。明天就是1号，该换了。就这么近一点儿，我到时候过去吃饭就行了。我懒得跟他掰扯，索性直接上楼去了。我从某宝提交的顶级审核，2个小时就审核完毕了。某鱼也买走不少，我明天都得给寄了。然后又从某宝买了不少东西，空调、马桶、大电视什么的，全都是送货到家。现在网购这么方便，我都懒得出去买了。我其实还想换个床，但是想想下面都是首饰，就暂时打消了心思。还没等我操作完，就听到楼下我妈的声音。哎，我下楼把从空间中发现的唯一一个玉手镯拿了出来，这是我第一眼就喜欢上的，也不舍得卖，就送给了妈妈。我妈瞬间就被这个镯子吸引，也顾不上跟老太太生气，拿在手上就看了起来。老太太不知道玉值不值钱，骨子里都只认金子，以为这个镯子看着好看，其实不值什么钱。这个玉手镯可比你大姨那个透亮多了。我妈把玩的爱不释手。我知道我大姨是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，也是第一个嫁到魔都的人，这也是我妈不管多辛苦都要把我供上大学的原因。没过多久，我妈就给大姨发去了个小视频，并配了个信息。这是我女儿送我的玉镯，好看吧？我不让她买，还非要给我买。不一会儿，大姨那边就回了个信息。
你再给我拍个视频看看。这个玉镯很是透亮，像是冰种级别的，而且是高级冰种。我妈看着姐姐发来消息，又看了看这透亮的手镯。蓉蓉，你这镯子多少钱买的？我哪知道多少钱，都是另一个空间陵园购的，就随口说了一个数字，也就几百块吧。虽然这个镯子也不便宜，但是比起黄金，这就不算啥了。我妈也松了口气。你大姨说下个月让咱们去魔都玩，你大表哥要订婚了。想到又要回魔都，我眉毛皱了起来。我走的时候着实有点狼狈，可去一趟坐车要好久，火车票也是打包，也是几百一张。我妈明显有些犹豫，紧接着就看到杨梅说车票全包，还让带着姥姥姥爷。姥姥那个病正好在魔都找个医生看看。去吧，你们姐妹好久没见了，家里的地有我呢。我爸看着我妈犹豫还想去的模样，知道她是不放心家里。放心，这菜都不用拉到城里卖，到时候种个白菜就行，到鼠往年我自己就能搞定了。听到我爸这么说，我妈眼睛一红，还是老公心疼她。行，那下个月蓉蓉跟我一起去。我不想让妈妈不开心，也只能满口答应。但是那可是魔都啊，一顿饭就要成百上千的地方，我们要去那里，总不能什么都靠大姨吧。所以我要多挣点钱。刚吃完饭，我就把昨天在某鱼上卖的东西都打包好寄了出去，然后开始翻那些书，终于被我找到了下册，还有其他几本小说，看着都挺有意思的，也都一起扫描上去。想到空间里的金珠，我又一次性吸收10几个。这次吸收完，空间果然又变大了，而且皮肤也变得更加细腻。就在我感叹金河的神奇的时候，我爸走了过来。这2天西红柿就可以采摘，他想问问我送到哪里去，本以为还要用3轮运送好几次。不用，到时候租个卡车就行。听到有这好事，我爸高兴得合不拢嘴。我也在庆幸，只要叶深好好活着，我就有足够的收入来源，村里的菜就有人收。临近下午的时候，我的快递都没停过，大件快递都是送到门口，我只能出门搬。这都是买的啥啊？旁边的邻居都围了上来，其中就包括老爸的好友孙建国。这是我买的空调，马上夏天了，给爸妈屋子里装一个，我房间里装一个。还有咱们家冰箱太小，我又重新买一个。还有电视，也买的80寸的，这样你们看起来才舒服。看着我越说越多，夏父夏母却直心疼。爸妈，现在我有钱了，咱们以后过点好的，挣钱不就是为了花的吗？行行，闺女孝顺咱们就高高兴兴的接受。我爸满脸欣喜，他从来都不小气，但是就是没啥本事。现在女儿出息了，他高兴都来不及。建国啊，等我家新电视安装好了，来我家看电视啊！这么大的电视，看起来那得有多远啊！我爸的声音很大，周围的邻居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孙建国脸色不太好看，但是面上还是得过得去。行，到时候我来看看你家这个电视有多大。孙建国家里也有2个儿子，一个闺女，闺女早就嫁人了。当初他没少在背地里说，我爸就这一个姑娘，早晚让人家给吃绝户了。现在看人家闺女回来以后，又是给买手机，又是置换家电的，说不眼红那是假的。这么大的箱子，建国快来帮我搬搬啊！晚上我请你喝酒。孙建国嘴角抽了抽，谁稀罕他那顿酒啊？晚上他得回去给儿子打个电话，好好说说这个事情。我刚想帮忙，却被我爸拦住了。这么重你搬不动，我来。建国快来一起啊！孙建国虽然不情愿，但还是过去抬了。这空调夏天开着，可浪费不少电吧？真是败家玩意儿！热就扇会儿电扇不就好了？老太太在一旁气得直跺脚。没事儿，奶奶，到时候你就扇电扇就行。我也就买了2台空调，就不往您那屋装了。听到这话，老太太气得脸色都白了。咱们用1台就够了，另1台给你大伯家送去，我去住的时候也凉快。怎料我妈脸色顿时冷了下来。我闺女花钱孝敬爸妈的，我送给大伯那是咋回事？老太太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邻居的声音压了下去。霞呀，
真是好福气，闺女有出息了。是啊，小霞，真是有了一个好闺女。周围的几个邻居看到家里这大箱子小箱子，还有那么大的电视，一个个都羡慕起来。这么大的快递车进来，引来了不少动静，再加上有几个 CBD 成员，不一会就把事情都传遍了。我的大娘田采花听到我家买了这么多东西，顿时动起了歪心思。咱们把小儿子过继过去，到时候等蓉蓉出嫁，那些宅基地还有耕地，不都是咱们的了？那也要等蓉蓉定了亲再说。他现在正不高兴，同样是辛苦供出来的大学生，眼看我回来又是买手机又是置换家电的，可是他大儿子呢，一打电话就是要钱，说什么大城市消费高房租贵，啥都没给他们买过。而被他们嫉妒的我爸此时正在拆箱子。这个电视可真大啊！咱们那个小破电视、冰箱什么的，明天都得卖出去，放在家里碍事。听到这话，我妈刚开始还有点舍不得，但也只持续到第二天，就把那破旧的电视还有噪音大的冰箱全都给收破烂的收走了。与此同时，卧室内叶深又收到了我的物资，他把奶粉扔给李耀，让他拿几袋给自己的孩子喝，剩下的分给那些低龄儿童。等等，还有件事，告诉基地其他人，我们只会管他们7天的食物，7天之后除了幼童，全都得拿值钱的东西换。但让人没想到的是，那些人不但没有抵触，反而欣喜若狂，因为这里虽然没有食物了，值钱的东西可到处都是，这意味着他们能得到更多物资。4个人很快就把事情定下来，王强跟张亮去宣布这个事情，李耀则回去把奶粉送回家去，临走还拿了几个肉包。而当田蕊知道这个消息后，声音更是忍不住的颤抖。李耀，你还记得我家吗？当然记得。田蕊末世前可是千金大小姐，江城首富的女儿。在我家的地下室有一个保险柜，里面有许多黄金，里面的每一颗粉钻都是拍卖级别的。李耀听到这个也跟着激动起来，不光是因为财富多少，还因为别墅在郊外，根本没有多少丧尸。等我这就把叶哥叫过来。一定要顺利啊！叶深知道那片富人区，在听完李耀他们的情报后，当即做出决定，把那片区域清理出来，我们换。别看他们现在主窝棚没事，可等到极寒降临，就会有一大批人挺不过去。但是现在不一样了，如今他们有了食物，身体就有了力气，不用漫无目的的等死，更何况还有叶深这个领头羊。行，我这就去安排。李耀现在干劲十足，不一会就组织了一个先锋小队。叶深也在空间留下纸条，告诉我要大量的食物，值钱的东西他也可以随时要，自己都准备好了。我知道他准备了不少东西，但是家里实在放不下了，而且这么多东西在卧室，真的没有安全感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又扫描了一本书，直接发布了2万字的签约申请，然后就准备去县城。今天是考科目1的日子。爸妈，你们抓紧学啊，过几天你们也要去开科目1。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今天上午就有人来，给他们安装了电视、空调，还有扫地机器人和洗碗机。这空调的风吹得可真凉快，我妈站在自己的卧室，感受着阵阵凉意。要不然每年3伏天都会热出一身痱子。阿霞，快来看看这个大电视，这上面的人连冒毛孔都能看得见，还有这沙发还是电动的，真稀奇。老太太看着屋里，自己还没享受1天呢，就该去她大儿子家去了。本来3天前就该走，硬是拖了几天，再拖下去就不好看了。这不，下期城的媳妇田采花都过来接老太太了，她要种地干活，小儿子每天还要接送，老太太过去能够帮忙做饭，给自己省了不少事。妈，今天我过来接你啦。田采花挂着的笑脸，在看到屋里家电的那一刻，瞬间垮了下去。老二家怎么买得起这些？他之前去电器城逛过，这么大的电视，少说也要大几千，更别说沙发什么的。老太太也不愿意走，虽然偏心大儿子家，但是没有小儿子家住的舒服，还不用做饭。我还没收拾呢。老太太还想拖延时间，怎料我妈却拿出了一个大包裹。没事儿，妈，我都给你收拾好了，等下个月再去接您。老太太一时语塞，只能跟着田采花离开。那我就不送你们啦。我妈眼角带笑，嘴角都快压不住了。这老太太从她进门就瞧不起她，当年生我的时候，吃块南瓜都要被骂，
最后还是我姥姥来照顾的。她现在之所以还照顾她，也是因为老公对她好。田彩花走的时候，眼神扫过那大电视，还有崭新的冰箱，恨不得都搬自己家去。等到我出嫁，小儿子过户之后，这些东西都是他的。而被他惦记的我，此时已经顺利通过科一，不知道是吸收了金珠还是什么原因，我觉得记忆力变得好使了。明明没怎么看书，科目一却一把过。中午在县城吃了饭，又采购了不少包子、馒头、烧饼之类的。叶深说这些东西能吃饱，可以多买点，我就一下买了500多个，分好几个店才买完。忙完这些后，我打了一个车，向王思思说的饭店去了。在上洗手间的时候，突然听到外面的对话。徐乐回来？是啊，我还通知了蓉蓉。徐乐的对象是我老公的妹妹，没想到今天也会过来。那可有一场笑话看了。当初蓉蓉不是暗恋徐乐，还给人家送情书，结果被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直接拒绝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人家徐乐可是县城首富的儿子，县里最大的那家商场就是人家家里开的，而且还是咱们学校校草。可是蓉蓉呢，一个村里的土学生也敢跟徐乐表白。听到孙家说我坏话，王思思微微皱眉，我毕竟是他请来的，早知道徐乐会来就不邀请我了。厕所里的我也是眉头紧蹙，这也是一个狗血剧。当初我是收了好处才帮忙去递情书的，谁知徐乐连情书都没看，就把我给直接拒绝了。而且这么多人看着都以为是我在表白。也是因为这件事我才知道，不是所有钱都能赚的。等到二人离开，我才从厕所里走出来，本想离开这个社死现场，谁知我刚出来却和王思思撞个满怀。后者念在同乡一场，本想提醒我一下，奈何她老公却走了过来。这位是思思的朋友吧？快请进。恭喜恭喜。我说着客气的话，还给王思思带了礼物，这是一个大牌的迪奥口红。后者低头看着礼物，顿时笑得嘴都合不拢了。蓉蓉太客气了，快来里面坐吧。回寝一共2桌，都在一个大厅里。王思思把我拉到朋友那桌，其中一个男人看着我走过来，眼神中说不出的惊艳。思思，这又是哪个大美女啊？还不给我们介绍介绍？这是蓉蓉，不记得了？咱们高中一个班的。别说是她了，就连自己一开始也没认出来。蓉蓉。张超的脸上满是错愕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我在高中年级第1，所以知道我的人并不少，但是除了学习，其他都平平无奇。我笑着跟张超打了个招呼。我学习好，记忆力同样不差，尤其是在吸收了金珠之后。对，是我，快来坐。这可是我们班的大学霸，高考成绩就600多呢。张超热切地向大家介绍，私底下也偷瞄几眼，没想到变白以后会这么好看。可那又怎么样，还不是回来种地了。孙佳佳挑眉轻蔑道，她和我一样，当初都是班级前3，两人一起考上大学，可我的父母东拼西凑，也供自己的孩子上了学，但她的家里却不同意，重男轻女的他们只是让她上个中专就出来工作了，所以就嫉妒心爆棚，眼里一直容不下我。班里很多人知道他们的矛盾，也包括王思思和张超，两人连忙出面调解。王思思劝孙佳佳不要闹事，张超则把我拉到一边。但在互加微信的时候，看着我拿出新款苹果17，张超还是愣了一下。一般住在县城的人也舍不得买这样的手机，毕竟3个月工资呢。孙佳佳倒是不屑一顾，以为城里回来的都爱人前显圣，说不定还是贷款买的呢。谁知张超倒是很热络，还问我从城里回来准备做什么。我想了想，还是选择告诉他们实情，也就收收菜什么的。李翠听到我这么说，顿时眼前一亮。我听咱们村里人说，你收了他们好多菜。我家也种了3亩地的土豆，你还能收吗？收啊。我回答得非常痛快，而且叶深那边人多，缺的就是粮食。这样吧，咱们加个微信，我先给你转个定金。说着就把500块钱发了过去。李翠看着微信的转账记录，脸上顿时乐出了花，一桌子都其乐融融，只有孙佳佳除外。不过看到徐乐进来的时候，立即热情地打招呼，更是在徐乐认不得我时，再次阴阳怪气起来。徐少，您不认识了，这是蓉蓉啊，当初还跟你写过情书呢，而且是被您直接撕碎，一点面子都没给。孙佳佳以为自己这样说会让我难堪，没想到我却大大方方地站了起来。
当初那封情书是版里的王晶写给你的，我收了他20块钱。话音刚落，四周一片寂静，因为他们都被王晶找过，没想到最后会传到我这里。孙佳佳还想说些什么，却被王思思带了出去。接下来还算稳定，众人边聊天边喝酒。答谢宴结束后，张文把王思思拉到一边。你那个朋友怎么回事？他以为对方会给个答复，怎料王思思却摇了摇头。我也不知道，他以前不是这样的，谁知道碰到蓉蓉就变成这样了。估计是看见蓉蓉过得比他好，心里嫉妒吧。原来是这么回事。那你以后少跟他来往。我看那个叫夏蓉的朋友还不错，连收菜都有门路。张文在县政府工作，最近上面一直在想怎么提高农产品的销售渠道，没想到才过2天，就在这里碰到个行家，而且连菜都没看，直接就转定金，一看就是个爽快人。等到我回到家，已经凌晨2点多，我打算问一下自己的金主，看看明天需要什么。此时叶深正带领几个进化者在富人区清理丧尸，结果就听到我那甜美的声音：我收购了大量的红薯土豆，过2天采摘了给你。那可是好东西，明天继续给你买馒头。好。叶深解决了一只丧尸，然后把金珠放在空间里。这几天我们准备把别墅区清理掉，需要大量的食物和水。我这里还有几箱金条、钻石什么的，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。我听到这话，嘴比 AK 都难压，但是看着自己的小房间，拿来也没地方放啊，于是忍住冲动说道：等过几天给我1批钻石就行了。过几天去了魔都，哪怕卖了再多值钱的东西，也不打眼。从空间出来后，我就赶紧睡觉，明天还要采购食物呢。等把第1批钻石卖完，银行卡又要多几个零，真是想想就激动。在我睡觉的时候，叶深则是继续带人清理丧尸。等把丧尸清理的差不多，他又找了几个发电机，然后做个围栏，派人24小时防护。就在此时，张亮拿着几个金珠过来，一共清理出23个。你们留几个进化，剩下的交给我。在他们基地里，一个金珠能够吸收好几天，像我那样一下捏爆完全是浪费。但为了让我尽快晋级，这是最好的办法。我7点就起床了，总共才睡了4个小时，看起来却格外精神。想起昨晚夜深的嘱托，我这次买了很多食物。等我打开电脑的时候，才发现店铺已经售空，连忙打出单子来，一会儿就把这些东西打包发走。没想到这异时空的东西会这么好卖，毕竟是跨时代的产物。如果那边的服装还有其他设计什么的，都能拿来借鉴就好了。就在我准备找叶深问问的时候，孙大娘却找了过来。蓉蓉呀，我们家的红薯都翻出来了，有3000多斤，你看看给你运到哪儿去？您先把红薯装好就行，我一会儿班车过来拉。行行好嘞，这是今天地里挖的红薯，也给你们家拿点儿。他放下一兜子红薯，高高兴兴地回家了。等到孙大娘走后，我又给仓库打了一个电话，我要2个卡车下午过来。在得知1辆运费500的时候，我也没有犹豫，现在有钱了，不想因为讲价浪费时间。在去摘土豆的路上，又遇见了不少人，都热情地给我打着招呼。蓉蓉啊，我们家还有3亩地茄子，你看收不收？拿到外面能卖7毛钱1斤，咱们自己家人就给你按5毛。还有我们家黄瓜4毛1斤。莎莎，我都给他们付了定金，这才高高兴兴地离开。而后面来找我的人基本都给拒绝了，主要仓库就这么大，这些菜差不多都装满了，晚上还得收进空间。刚刚被我拒绝的张大爷一脸的不高兴，旁边的老婆子还在嚷嚷，让你早点来问蓉蓉，你不听，现在人家公布收了，后悔去吧。临至傍晚的时候，仓库就已经堆满今天收上来的菜，我立刻联系叶深。此时的叶深虽然在睡觉，但末日前就是特种兵，有点风吹草动就会醒。在得知我收了很多菜，马上就明白了我的意思。你先等等，我现在就去找地方。说着就叫醒李耀3兄弟，后者原本还有些起床气，但听到有大量蔬菜，立刻就打起了精神。就这样一个收一个放，不一会就把仓库清空了。那边也是一个麻袋一个麻袋的，几人看着小山一样的麻袋，哥几个眼眶通红。李耀拿着一个西红柿，咬了一口直接爆汁。这西红柿是新鲜的，
我去给我儿子尝尝。李耀说着就要拿走，却被叶深拦了下来。侯大，现在拿出去会被抢疯的。